师尊听得此话，楚风心中一惊。虽然他知道要想救出紫菱，就必须拿到封魔剑，调遣残夜魔宗的大军，但实际上楚风并不想做什么魔宗之主。哪怕他拿到了封魔剑，他觉得自己也没资格做残夜魔宗的魔主。倒是他的师尊，无论是资历还是实力，都具备做魔宗之主的资格，并且他也知道秋残风其实是很想做残夜魔宗的宗主的，但却没有想到如今竟然连秋残风也让楚风做魔宗之主，这可真是难为坏了楚风。因为他能看出秋残风的这番话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楚风，你听我说，宗主临终前曾有遗言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够拔出封魔剑者，便可做残夜魔宗之宗主。同样的，也唯有能够掌握封魔剑的人，才配做残夜魔宗的宗主。我虽有心掌管残夜魔宗，但我的确不具备拔出封魔剑的能力。就算我以实力镇压众人，却也只会让他们口服，而无法心服。这样一来，反而不好。但是你不同，你能够拔出封魔剑，所以你是唯一一个有资格统领残夜魔宗之人。楚风，你也看到了，如今的残夜魔宗四分五裂，已经不是诛仙群岛的对手。继续下去，早晚会被诛仙群岛彻底摧毁。我们若现在重整残夜魔宗，也许还能与诛仙群岛一战。可晚些，等诛仙群岛来收拾我们的时候，就全都晚了。见楚风犹豫，秋残风开口劝道：“楚风，师命难违，你就应下吧。何况，就算你当上了宗主，也并不见得要一直留在东方海域。你日后想去五之圣土闯荡的时候，让你师尊帮你打理残夜魔宗不就可以了？”就在这时，太寇也是开口劝道，他的意思很简单，楚风只需挂个宗主的名号就可。实际上，真正掌控残夜魔宗的还是秋残风，而也唯有楚风当上了宗主，秋残风才能名正言顺地掌控残夜魔宗。那好吧，就听师尊安排。而话已说到这个份上，楚风自然也无法推脱，只好应下。这就对了。见楚风答应，秋残风这才满意的一笑，说话之间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楚风，道：“这是之前答应过你的，虽然比不上仙姑的仙转传承珠，但是对你多少会有些帮助。对付五之圣土那个小鬼，胜算也会更大一些。谢谢师尊。”楚风接过乾坤袋后，顿时笑得合不拢嘴，因为这乾坤袋内尽是修炼资源，并且皆非寻常的修炼资源，数量之多，简直令人啧舌。也许这些修炼资源都很特殊，对于常人来说，想要炼化非常之难，甚至有些东西寻常人根本就无法炼化，但是楚风却可以在短时间内全部炼化。这么多的修炼资源，若是全部炼化，绝对不只是从5品5军踏入6品5军那么简单，说不定可以让楚风连续突破，就算直接踏入7品5军也未必不可。并且除了大量的修炼资源之外，楚风还在乾坤袋内发现了一件令他兴奋的东西，那是一个结界阵法，但是在那结界阵法内却封印着一个神奇的生物，那是一只4孔雀，但比孔雀要漂亮，要霸气，要凶猛的生物。这是朱雀，很显然，这便是地藏之内最后一种秘籍——朱雀复活术、白虎攻杀术、玄武遁甲术、青龙疾行术，如今已经全部被楚风所得，就只剩下这朱雀复活术了。楚风有预感，这4种秘籍相互关联，唯有全部修炼成功，才能真正的发挥他们的威能。所以楚风期盼这一日已是许久，今天终于等到了。当与缥缈仙姑等人会合后，楚风他们并没有即日启程，因为楚风准备将这些修炼资源还有朱雀复活术炼化之后再启程。毕竟此次楚风返回东方海域是有着重要任务的，无论是做残夜魔宗的宗主，还是攻打缥缈先锋，都需要更强的实力才行，所以他必须先提升实力才可。而楚风说做就做，在会合的当日，便寻找一处安静之所，闭关修炼，炼化那些从地藏之中得来的资源。那些修炼资源很多，也很特殊，都是很难炼化的，但是对于楚风来说却非常简单，甚至比吃饭喝水还要简单。所以至少短短半日不到的时间，楚风便将那些修炼资源全部炼化，并且就如楚风所料一般，当所有资源皆被炼化之后，楚风的修为便真的连续突破，竟然直接从5品5军踏入了7品5军的地步。当日楚风踏入5军境，是依靠神类的力量才得以直接踏入5品5军的地步，所以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，他现在若想突破，需要的修炼资源会是多么庞大，但是他却明白，那一定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才对。所以当他将这些修炼全部炼化，真的踏入7品5军后，楚风真是既意外又兴奋，因为他能够感觉到，他如今不仅仅是7品5军那么简单，他的丹田内还积蓄着极强的力量。准确的来说，他如今应该是7品5军巅峰才对，距离8品5军不过是一步之遥。楚风不得不承认，这地藏之内的修炼资源果然不同凡响，甚至超乎了他的想象。厉害！楚风看见了没有？这就是你的厉害之处。只要有着足够的修炼资源，你的修为进展绝对异常恐怖，天下之间恐怕无人能比。东方海域的资源终究有限，等你日后到了5之圣土，那里的修炼资源一定更为充足，毕竟那里是有5帝强者活跃的地方。那里虽然强者如云，但你却偏偏是遇强则强之辈，在那里注定将要如鱼得水。如今你是7品5军，只差一步便是8品5军，但我似乎已经看到了你成为武王的那一天。不，你的修为绝对不会仅限于武王，是5帝，你早晚会成为5帝，甚至成为超越5帝的存在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感受到楚风如今的修为后，蛋蛋居然比楚风还要兴奋，因为一路走来，蛋蛋与楚风共同经历了所有的磨难，他亲眼看到楚风从一个青龙宗的小小外门弟子，一个领武境废物，一步步成长到今天的地步。他知道楚风有多不容易，但同样的，他也知道楚风蕴藏着多么巨大的潜力。他很期待伴随楚风登上更为辽阔的舞台，踏上更为凶险的征程。东方海域
虽有远古强者的遗迹，甚至还有缥缈先锋这样的完整产物，但是毕竟能够打开缥缈先锋的人几乎没有。至于那些能被打开的，也早就挖掘一空了。所以此处的机会总是有限，就像我在九州大陆已经寻不得任何进步的空间一样。而五之圣土那里充满了未知，凶险会更多，但同样的机会也一定会更多。我也真的很想见识一下传说中的5帝强者到底有多强，是否真的如同神邸一般呢？此刻楚风的脸上不仅挂满这喜悦的荣光，更是挂着自信的笑容。虽然神雷所需要的庞大修炼资源限制了他的天赋，减缓了他成长的脚步，但也就如蛋蛋所说，只要有着足够的修炼资源，楚风的修炼速度绝对能够惊呆所有人。他缺少的是修炼资源，缺少获得更多修炼资源的机会，而五之圣土定然蕴藏着很多机会。他坚信他会变强，终有一日，那些他仰望的境界，那些足以逆天的力量，都会被他握于手中。5帝，他自信总有一天能够达到，但哪怕5帝，也绝非是他的终点。是时候将这位前辈请出来了。一番感叹之后，楚风掌心一翻，将那封印着朱雀复活术的阵法拿出，并且破解开来。阵法被破，顿时一阵悦耳的鸣叫随之响起。与此同时，一缕红光也是自楚风手中爆射而出，最终化作了庞然大物，浮现在楚风的面前。那正是朱雀复活术。难怪青龙、白虎、玄武这3个家伙都认可了你，你这小鬼果然不同凡响。虽说清玄天留下的那些破烂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也不是寻常人能够炼化的。你这小鬼有前途。这朱雀复活术正用那美丽的双眼盯着楚风，颇为满意的点头道：清玄天。而听的这3个字，楚风内心则是一动，因为他可是知道清玄天的大名，那是九州大陆1万年前的绝顶天才。传说那座地藏就是清玄天的目的，不过传说毕竟是传说，如今这朱雀复活术既然这样说，那说明传说多半是真的。小鬼，你竟知道清玄天？那朱雀复活术颇为意外地问道。当然知道，清玄天前辈乃是九州大陆的第一天才，他的事迹流传已有万年，是九州大陆的传说。楚风如实回道。过得可真快啊，转眼之间已是万载。清玄天那家伙已成传说了吗？不过他倒也配得上传说之名，只是不知道他若知道他已经成为传说，后人膜拜的人物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。说到此处，那朱雀复活术的神情却是突然变得感伤起来，低声道：时隔万载，他并未回来，莫非已经……前辈，难道说清玄天前辈没有死吗？楚风有些吃惊，因为关于清玄天的传说有很多种，其中最为靠谱的便是他已经死了，而这地藏就是他的目的。但是听朱雀复活术刚刚的话，似乎清玄天还没有死，至少有可能没死。清玄天死了？你是听谁说的？他是怎么死的？而令楚风意外的是，听到清玄天死了，这朱雀复活术的情绪竟然变得异常激动起来，不但没有回答楚风，反而质问起楚风，这只是传说。见状，楚风赶忙解释，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全部都告诉了朱雀复活术。道听途说都是假的，当初他的确见了遗迹，让我们4个待在其中，但却根本不是什么地藏，只是简单的遗迹罢了。得知一切后，朱雀复活术长舒了一口气，可以看出他似乎很在乎清玄天的生死。前辈，那么您的意思是，清玄天前辈是离开了此处，如今时隔万年，他还活着？楚风试探性地问道。人的寿龄终究有限，虽然通过特殊手段可以延长寿命，但是万年未免太久了。若是有人能活万年，那不仅仅要特殊的手段，还需要有着逆天的本事才行。万年而已，难道他会老死吗？他那样的男人，没有什么能够置他于死地，真正的威胁唯有他自身而已。朱雀复活术很是引以为傲的道。听到这里，楚风大概明白了，清玄天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，不然这朱雀复活术不能这般。但是推断朱雀复活术先前的话，楚风却能够猜测到，就连朱雀复活术自己也不清楚，那清玄天如今是生是死？出于好奇，楚风继续打探道：前辈，那么清玄天前辈去了哪里？莫非是五之圣土？五之圣土？和朱雀复活术轻蔑一笑，似想说什么，但是很快又脸色一黑，瞪着楚风道：你这小鬼问这么多干嘛？有些事不是你该过问的。前辈，毕竟清玄天前辈是我九州大陆的骄傲，晚辈对他很是崇拜与敬仰，所以想多听一些他的事迹。您发发善心，就告诉晚辈些吧。楚风笑道。他知道这朱雀复活术具有灵智，但若是赋予他身之后，却失去了说话的本事，所以楚风若想知道什么，必须趁现在问才可以。少来这套，本尊岂是那么好骗的？然而这朱雀复活术却是一个老油条，一眼就识破了楚风的伎俩，看出楚风并非崇拜清玄天，只是想套话而已。这一刻，楚风只是傻笑，也不辩解，但却用那无辜的眼神盯着朱雀玄武书，希望这位能够发发善心，多告诉自己一些。你小子如此好奇，一脸什么都不懂的模样，是不是那3个老家伙什么都没对你说过？朱雀复活术问道。没有，青龙、白虎、玄武3位前辈什么都没有说过，若不是您开口，我甚至都不能确定那地藏真的是清玄天建造的。楚风急忙点头，他看出来这朱雀复活术是准备说些什么了，并且他能预感到这是很重要的东西。这3个老家伙真是可恶，你们懒得费口舌，就将所有事都推倒本尊身上吗？日后非要好好找你们算账才行。朱雀复活术撇了撇嘴，随后又从头到下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楚风，这才郑重其事地说道：小鬼，我要恭喜你，恭喜我。前辈，您这话怎么讲？楚风不解地问道。你这小鬼很幸运，
竟有机会成为清玄天的传人，你说本尊该不该恭喜你？”朱雀复活术道：“有机会。”楚风仍是不太明白：“你不是见识到了吗？那地门乃是一件地兵所化，你若得到那地兵，便等于得到了清玄天一半的传承，因为那件地兵可是凝聚了清玄天诸多心血，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地兵。”朱雀复活术说道。而听得此话，楚风明白了朱雀复活术的意思，那地兵既是清玄天的心血，而得到那地兵的人，可不就是得到了清玄天的传承吗？至于朱雀复活术所说的有机会，那是因为楚风只是有机会得到那地兵，究竟能否得到，还是要靠楚风自己。前辈，那地兵的确利奥的，晚辈已经见识过了，可是晚辈不明白，为什么您说得到地兵就得到了清玄天前辈一半的传承？那另一半是指什么？楚风机敏地问道。看不出来，你小子还很机灵，竟然听出了我的言中之意。朱雀复活术哈哈一笑，对楚风不免有些另眼相看，随后道：“当年清玄天在九州大陆建造这座遗迹，就是怕他有朝一日无法回来，他的心血便宜了外界之人，所以他在九州大陆留下了2样很重要的东西，希望有朝一日九州大陆的有缘人能够得到他的传承。其中1样便是他耗尽心血，用尽奇物打造的地兵，另一件便是跟随他多年征战四方的4只圣兽，那便是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另一半传承是4位前辈，可是前辈们不是已经将力量赐予我了吗？”楚风有些吃惊，他还真没有想到4种秘籍会是那另一半的传承。毕竟秘籍虽强，但也只是秘籍，怎么可能与地兵相提并论？难道说4位前辈根本不是秘籍？不过转念一想，楚风却是恍然大悟，因为他注意到先前朱雀复活术可是没有自称秘籍，而是自称为圣兽的。果然有些悟性，小鬼，你猜对了，我们4个根本不是什么秘籍，秘籍不过是掩饰我们真实身份的一个幌子罢了。我们4个伴随清玄天一同出生，本是与清玄天共存之体，但是清玄天却通过特殊手段为我等凝聚肉身，从他的身体内分离出来，让我们4个成为了独立的生命体。不过当年在5之圣土，清玄天遇到了大敌，为保清玄天，我们4个自愿牺牲，封印奈物。清玄天无怨我等白白送命，所以凭借特殊手段将我们的灵智与特性自肉身剥夺而出，凝聚成了秘籍，让我等永世长存。但是只要我等灵智与肉身再度融合，便可复活。所以只要你能够帮助我们4个复活，我们便会像效忠清玄天一样效忠于你，你也就得到清玄天的另一半传承。朱雀复活术说道。原来4位前辈并非简单的秘籍，而是4只神兽。若是前辈们真的能够复活，晚辈定然竭尽全力。听得此话，楚风窃喜，他能够感觉到这4只神兽有多不简单。若是他们真的能够复活，那绝对是自己的一大助力。别前辈前辈的了，等了近万年，能让我们4个全都认可的，你是唯一一个。但是认可只是认可，却不代表我们已经臣服于你。我们答应清玄天替其挑选传承者，就一定会负责到底。所以在你未能征服那件地兵之前，我们不会再提点你任何事，也不会告诉你我们4个的肉身被封印在何处。但你若能得到地兵，我们便将一切都告知于你，那可是当年5之圣土的人做梦都想知道的事情。朱雀复活术说话之间，身体竟然变得虚幻，他这是准备融入楚风的身体之中，将自己的力量托付给楚风。前辈，先等一下，你起码要告诉我要怎么才能拿到那地兵吧？不然我若是被那地兵斩杀，你们岂不是白白等了1万年？楚风赶忙询问，因为他明白，不管这朱雀复活术以前多利奥的，现在却只是秘籍之身，哪怕他有自己的灵智，可是若是融入楚风体内，将失去说话的能力。楚风再想问什么，可就问不出来了。想知道什么，就早日拿到地兵吧。待你拿到地兵之后，我们会与地兵产生共鸣，能够随时现身与你沟通。但假如你拿不到地兵，反而被地兵斩杀，那就说明你还不配得到清玄天的传承。万年都等了，我们不介意等得再久一点。朱雀复活术说话之间，已是化作一缕红光，自楚风的额头钻了进来。这一刻，楚风只感觉脑袋一痛，随后脑海中便多出了一种信息，身体内也多了一份力量，那便是朱雀复活术。朱雀复活术乃是一种增强肉身强度的手段，并且也是一种治疗伤势的手段，不仅能治疗自己，更是能够治疗他人。朱雀复活术若是修至大成，修复残肢断臂不过是瞬息之事，形同于拥有不灭肉身，所以才叫做朱雀复活术。果不其然，4种秘技集于一体，当真不同凡响。我若同时施展，便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朱雀复活术入体之后，楚风的嘴角掀起了一抹意料之中，却又喜出望外的笑意，因为他如今可不仅仅是得到了朱雀复活术这么简单，他即将得到的乃是清玄天的传承。楚风很期待拿到地兵的那一天，同时他也很期待知道清玄天究竟去了哪里，甚至他很想知道当年险些夺走清玄天性命，让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4只圣兽牺牲己身才能封印的存在究竟是什么？5之圣土，可见清玄天早就去过那里，以他的手段，也许已经在那片土地留下了许多惊人的事迹，而楚风也即将踏入那里。他要踏上清玄天走过的征程，但却要闯出一片与众不同的天地。只不过在此之前，他需要击败江七杀，需要覆灭诛仙群岛，需要夺回缥缈仙峰，否则一切都是空想。想到此处，楚风整理一下衣衫，便离开此处，前去与缥缈仙姑等人会合，准备重返东方海域。此刻，缥缈仙姑、秋水浮烟、秋残风与太寇4人正在一起认真商讨着如何对付慕容命天和江七杀。那些在地藏搜罗来的修炼资源，没有一件是那么容易炼化的。楚风却说给他1日时间足矣，这小子难道真能在1日时间内将那么多修炼资源全部炼化？
邱残风有些不太放心，因为他知道那些修炼资源蕴含着多么狂暴的力量，其中很多是他都不敢炼化的危险物品。邱残风，看来你是一点也不了解你这个弟子啊！楚风可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妖孽的年轻人，连焚天圣教多年来没有人敢动的天地异物都被他炼化了，还有他炼化不了的东西吗？缥缈仙姑淡淡的笑道：“天地异物。”邱残风神情一变，眼中涌现出一抹吃惊。他自然知道天地异物，但却不知道焚天圣教内也有天地异物。不过单从缥缈仙姑刚刚的一句话，他已是听出那天地异物定是不同寻常之物。师尊，缥缈前辈，太寇前辈，福颜姐姐。而就在这时，一道充斥着喜悦之色的呼唤突然响起：“楚风回来了！”楚风突破了，竟然连续突破了2重。从5品5军踏入了7品5军，见到楚风，三人皆是有些惊讶。他们虽然早就知道楚风很妖孽，但却没有想到这么妖孽。要知道，寻常人闭关往往数日、数月，甚至数年，可是楚风闭关却只是用了短短半日都不到的时间，甚至比楚风之前计划的还要快，这真是超乎了他们的预料。楚风全部炼化了。邱残风很是吃惊地问道：“全部炼化了？那秘籍也已被我得到？”楚风笑着点了点头：“哈哈，好啊，太好了，我邱残风真是收了一个优秀的弟子啊！”确定之后，邱残风更是笑得合不拢嘴，在其眼中涌动着赞叹与欣慰。成功就好。来，楚风，我们已经计划好该如何对付慕容命天他们，你也来了解一下。缥缈仙姑将他们的计划完整的对楚风讲述了一遍，而毫无疑问，楚风成为了此战胜败的关键点。首先，楚风与邱残风先去罪恶峡谷将那封魔剑拿到手，然后想办法召集到残夜魔宗那些有些地位的人。邱残风用如今这5品5王的实力，直接将楚风推上宗主之位。至于秋水伏烟，则是与太后去找第一仙，通过帮助亚妃恢复肉身为条件，让第一仙帮助他们。当然，他们也不会轻易的相信第一仙，所以缥缈仙姑准备了一颗特制毒药。第一仙答应帮助他们后，要让他服下这颗毒药，这样就可以拿他自己的性命和亚妃的性命进行双重束缚，到时候谅他也不敢耍诈。而若是一切顺利，便派大军前往缥缈仙峰。当然，如今的诛仙群岛那么强，哪怕整顿了残夜魔宗，也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所以不会正面交锋，只是通过手段让诛仙群岛陷入混乱，从而为楚风寻找修炼仙转玄功的机会。至于这方法也很简单，在缥缈仙峰的深海之中，有一座不为人知的阵法，这座阵法乃是缥缈仙姑利用缥缈仙峰的资源，通过数百年的时间打造。这座阵法本来是用于守护缥缈仙峰的，但是因为还没有完善好，所以一人之力无法催动，需要至少数万人甚至上千万人才可成功催动，并且人越多威力越大。这座大阵绝对可以让慕容命天等人措手不及，陷入混乱之境。那个时候，楚风就可以在第一仙的带领下前往玄宫石碑修炼仙转玄功，而只要楚风能够成功修炼仙转玄功，就可以将仙转传承珠炼化，得到缥缈仙姑的修为。4品5王虽然只是4品5王，但是也要看是谁。楚风若是4品5王，那种战力绝对比当日6品5王的缥缈仙姑还要可怕，再加上封魔剑的威力，那将七杀也未必是楚风的对手。可以说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楚风而做，究竟是成是败，全看楚风一人。楚风若是成功，那便能铲除大敌，夺回一切；楚风若是失败，恐怕残夜魔宗所有参战之人都将与他一同覆灭。就如缥缈仙姑之前所说一般，这是一场赌局，一场不成功便成仁，只能赢不能输的赌局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楚风全靠你了。终于，缥缈仙姑手掌张开，将那颗几乎凝结了他几百年修为的仙转传承珠递给了楚风。前辈放心，楚风虽不敢保证一定成功，但我绝对会竭尽所能。楚风接过仙转传承珠后，信誓旦旦地保证道。决定之后，楚风4人便直接启程。至于缥缈仙姑，则是留在此处。她站在山巅，看着那瞬息便消失在天际的4道身影。缥缈仙姑的面容顿时开始变化，先前的平静从容已然不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担忧与不安。此次一战，胜负难料，生死难定，但他知道，若是太后与秋水伏烟皆是死去，他也绝对不会苟活。路上无话，当楚风4人来到东方海域后，便分道扬镳。楚风与邱残风直接赶往了罪恶峡谷。本来一切都很顺利，但是当他们到达罪恶峡谷后，却是不由吃了一惊，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，封锁罪恶峡谷的结界已经被解开，并且在罪恶峡谷之外聚集着大量的人群，数量之多，足有数百万，甚至近千万，并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身着统一的服饰，有着不俗的修为，这是残夜魔宗的人，竟是残夜魔宗的大军集结起来了。虽然这并非残夜魔宗巅峰时期的阵容，甚至连当年的一半都不如，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散落四方之后，还能够集结这么多残夜魔宗的成员，当真不易。看来诛仙群岛攻破缥缈仙峰的事情已经传开，那3个老东西也是耐不住性子，所以才一同出面召集我残夜魔宗之人。邱残风淡淡的笑了，凭借他与楚风的耳力，不用询问，也是从下方人海之中听出了一些缘由。原来诛仙群岛与3大妖族联合，并且攻破缥缈仙峰，缥缈仙姑、秋水伏烟以及楚风等人生死不明的事情已经传播开来。身为诛仙群岛死敌的残夜魔宗已经意识到了危机，而眼下罪恶峡谷
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残夜魔宗的人，乃是受幽冥灯、血洗月还有傅连生三大护法的召集，才来到此处的。至于召集残夜魔宗大军的目的，竟然是要推选出一位新的宗主。幽冥灯、血洗月以及傅连生三人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妙，身为三大护法的他们都很清楚，若是再不整顿残夜魔宗，那等待着他们的结果只有一个，那便是被诛仙群岛彻底抹杀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就以诛仙群岛的尿性来说，恐怕他残夜魔宗的人选择投诚都不会接受，他们只会对残夜魔宗赶尽杀绝。所以眼下必须尽快整顿残夜魔宗，将残夜魔宗散落四方的成员纠集在一起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是战是逃，都要一起做。但是残夜魔宗当年之所以四分五裂，正是因为群龙无首，而三大护法哪怕如今也是谁也不服谁，所以想选出宗主，可没那么简单。事实上，很多人都不清楚他们准备如何选宗主，但是楚风和秋残风却知道这是在给他们提供机会。师尊，看来我们倒是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了。楚风笑眯眯地说道，伪装一下，去看个究竟，倒是不急着出手。我倒是想看看那三个老东西是在卖什么关子。秋残风也是笑着点了点头。于是楚风与秋残风这师徒二人并没有直接露面，而是乔装打扮一番后，化作寻常人的模样，潜入了那浩瀚的人海之中。潜入人海，他们便直接进入了罪恶峡谷的地宫之内，因为他们知道选拔新宗主是要在那封魔剑所在的宫殿内举行的。一路走来，楚风与秋残风也是发现这座的宫已经经过改造，虽然没有变得多么精致，但的确是宽敞了许多，可以说比之前宽敞了数倍，想必就是为了能够容纳更多的人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为了今日，三大护法也是煞费苦心，准备许久的。可是哪怕如此，地宫同样人满为患，单单是拥挤在地宫之内的人就有100万之多。这样算算，此次残夜魔宗集结的成员还真是不少，加上地表之上的成员已经超过1000万。从此倒是可以看出残夜魔宗的成员对残夜魔宗的忠心。虽然宗门分裂之际，他们飘落四方，成了无依无靠之辈，但是宗门一声号令传下之时，他们仍然全部赶了过来，拼死拼活，赴汤蹈火，准备为宗门卖命。终于，楚风与秋残风来到了那封魔剑所在的宫殿内。这座宫殿被改造得更为辽阔，眼下这座宫殿内便有着足足几十万人，由此可见这座宫殿到底有多浩瀚。只不过能够进入这座宫殿的，可都是残夜魔宗内有身份有地位的人，甚至在门口还有人把守审查身份，寻常成员是不得入内的。不过仔细想想倒也可以理解，毕竟这里乃是选拔宗主的地方，并且这宫殿再为辽阔，可面积终归有限，无法容纳残夜魔宗的所有人。这种把守与审查，将许多想亲眼目睹如何挑选宗主的人隔绝在外。但是这却难不到楚风与秋残风，他们二人稍微使用一点手段，便混了进来。楚风，你去吧，我在此处即可。混进宫殿后，秋残风传音道。楚风知道秋残风不想抛头露面，所以他便一个人从外至内的向宫殿的中心挤去。宫殿再大，但却已经人满为患，所以楚风这样一个年轻人，如此不要脸的将一个又一个人从前方挤到身后，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。一路走来，怨声载道，咒骂连连。但是楚风却当作什么都没有听见一般，充分发挥了脸皮厚几个够的精神。终于，他穿越浩瀚人海，来到了围观之人的最前排。而这一刻，一个个熟悉的身影也出现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。玄霄超、幽童寒、符风明三人皆在此处。三人正站在一起窃窃私语，聊得不亦乐乎。但是倒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，似乎有什么事情让此刻的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除了他们三个外，还有很多熟人，比如金袍十兄弟，还有水行王、火行王、土行王。事实上，残夜魔宗金木水火土5位行王此刻已经全部到场，并且5位行王之中，实力最强的乃是金行王，他乃是一位3品武王。当然了，此刻分量最重，能够将这么多成员召集到此处的，自然是三大护法。幽冥灯，楚风见过这个针对过楚风的老不死，楚风自然认得。此刻他坐在一张结界打造成的座椅之上，看似很是悠哉，而在他的旁边还坐立着2人，一位是身材妖娆、浓妆艳抹，浑身上下散发着怪异香味的女子。这女子的面容不过中年，但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个活了将近200年的老太婆。另一位是一个身穿布衣、简单得体的白发老人。这位老人看似寻常，但那柔和的眼中却有着难以形容的凌厉，让人知道他绝对不是慈眉善目好惹的主。这2位自然就是残夜魔宗的另外2位护法，玄霄超的师尊血洗月，以及符风明的师尊傅连生。血洗月与傅连生的修为皆是很强，与幽冥灯一样，乃是4品武王。此刻他们3人嘴唇蠕动，却没有发出声音，显然在以传音的手段讨论着什么。不过相比这些残夜魔宗的大人物外，楚风的目光却更多的投放在这宫殿的最中心，因为那里摆放着一物，黑色大剑，霸气非凡，正是王冰封魔剑。楚风如今可是有王冰的人，所以如今再看封魔剑，更是能够感受到封魔剑的强大。这件王冰不愧被称作王冰之王，它所蕴含的力量的确远非寻常王冰可比。这件王冰的质量绝对是王冰的最巅峰层次。若是没有猜错，打造它的人应该不是武王，而是武帝。唯有武帝打造的王冰才能够具备这样的品质。淡淡开口说道：“武帝打造的王冰吗？也是。武王与武帝实力差距宛如天与地，对修武意图的领悟也完全不在一个层次。虽然打造的同为王冰，但是品质却着巨大的差异。
如果说武王打造的王兵多少还有瑕疵的话，那么武帝打造的王兵就绝对堪称完美。楚风也是点了点头，表示赞同。王兵不是寻常武王能够打造的，他要求的不仅是武王的修为，还有黄袍界灵师的境界。这也是为何在东方海域，武王强者不少，但是王兵却如此有限的原因。那是因为如今的东方海域没有一位黄袍界灵师，武帝也同样如此。并不是只要成为武帝就能够打造帝兵，因为帝兵是先袍界灵师才能打造的东西，所以武帝强者打造王兵，这也是很寻常的事情。但是毋庸置疑的是，同为黄袍界灵师，武帝强者打造的王兵品质绝对远胜于武王级别的黄袍界灵师，而这封魔剑多半就是一件武帝强者打造而成的王兵。楚风那围绕封魔剑的阵法似乎换了，淡淡说道：“仔细观望，那封魔剑之外的阵法果然发生了变化，一层又一层的环环相扣，总共分为10层，并且每层蕴含的威压都是不同，并不是换了阵法，只是在原有的阵法中进行了改变。想必是幽冥灯3位护法所为，就是不知道他们准备做什么。”楚风说道：“一群跳梁小丑，竟然还敢选宗主，岂不知具备当宗主的人已经来了吗？”淡淡笑嘻嘻的道：“他所说真正具备当宗主的人，自然就是楚风。无妨，反正我们还有时间，倒是可以看看他们的表演。”而楚风也是微微一笑，做出了一副看好戏的模样。想当日幽冥灯那般对他，无非就是忌惮楚风的潜力，怕楚风继续留在残夜魔宗，影响他的地位，害怕楚风的声望越来越高，最终做了残夜魔宗的宗主。而今日幽冥灯图谋宗主之位，楚风已经做好准备，不管幽冥灯使用怎样的手段，最终都会让他的计划落空，因为这宗主之位是他楚风的。诸位，非常感谢你们不远万里抛下已经安逸的生活来到此处，回归到我残夜魔宗。我之前有想过，以我们3个老骨头的号召力，肯定会有不少残夜魔宗的弟兄愿意重新回到残夜魔宗，再创我们当年的霸业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我们3个的号召力竟然这么大，时隔多年，只是我们3个的一句话，就能让我残夜魔宗千万兄弟回归，这真的超乎了我的想象。欣慰之余，我不得不说，我很是感动，感谢你们，感谢我残夜魔宗的弟兄。若是宗主在天有灵，他也定然很是欣慰。幽冥灯站起身来，以一种既凝重又感激的语气对众人说道。话语完毕，他竟然还向着残夜魔宗的众位成员深施一礼，以表谢意。弟兄们，还记得我残夜魔宗的口号吗？还记得我们加入魔宗时的宣言吗？就在这时，人群之中有人高呼一声：“与魔宗同生共死，与魔宗共享荣辱。魔宗荣，我便荣；魔宗辱，我便辱；魔宗生，我便生；魔宗死，我便死。”此话一出，顿时众人响应。先是宫殿内的人呐喊，随后是通道内的人呐喊，到得最后，罪恶峡谷所聚集的上千万人一同呐喊：“魔宗生，我便生；魔宗死，我便死。”残夜魔宗的宣言比雷鸣还要响亮，不仅震荡着天宇的，同时也震荡着残夜魔宗众人的内心。好，我残夜魔宗的弟兄果然都是有血性的男儿，皆是人中之龙。不过群龙不能无首，我残夜魔宗也同样如此。若不是我残夜魔宗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人站出来领导我们，也不可能让那诛仙群岛崛起，更不可能让他站在我们的头上拉屎。时至今日，我残夜魔宗的弟兄已是面临生死危机，所以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我们必须发出反击。但是在反击之前，我们需要找出一位合适的领导者。今日将诸位弟兄召集于此处，为的就是此事。相信大家的心中都有一个觉得合适的领导者，而我若是没有猜错，有大半的人心中的领导者都是我们4个护法，而想让我们4位做护法的人中，其中有一半的人肯定是希望邱残风做。要论最具备资格做宗主之位的人，的确是邱残风大哥无疑，他是4大护法之首。不过很可惜，邱残风大哥已经消失将近2年之久，如今更是音讯全无。我残夜魔宗与诛仙群岛开战，可他还是未能出现。可是依照邱残风大哥的性格，他绝对不是一个能忍的人。他若知道我残夜魔宗与诛仙群岛开战，肯定会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替我们主持公道的人才对。但是如今他没有，这是不合常理的。甚至我寻过他以往居住之所，都看不见他的踪影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邱残风大哥不会无缘无故消失，所以这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邱残风大哥很可能已经不幸的遭遇了诛仙群岛的毒手。幽冥灯很是伤感的说道：“什么？邱残风大护法？”他儿听的此话，在场之人皆是大吃一惊，感觉有些难以接受，一种难以言表的伤心与震惊开始在人群之中散发出来。真是无耻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竟然诅咒我师尊已经死了。这一刻，楚风心中暗骂，他算是见识到了这幽冥灯的无耻之处。虽然只是猜测，但是多半是真的。邱残风大哥虽强，但是众所周知，诛仙群岛原来是有一个老怪物的，那便是慕容命天。那慕容命天连缥缈仙姑都能打败，恐怕唯有宗主在世才能与他抗衡。他若是要对邱残风大哥动手，邱残风大哥恐怕也是不敌。就在这时，血喜月也是开口了。他说话之间，竟然双眼还有些泛红，一脸虚假的伤心。为大护法报仇，为大护法报仇，让诛仙群岛血债血偿，让诛仙群岛血债血偿。突然有人高呼起来，紧随其后，众人皆是举拳高呼，声声如雷，句句响亮。可见在残夜魔宗众人的心中，邱残风的地位的确很高，甚至超出了其他3位护法。大家安静，仇一定要报，但是在此之前，我们还需选出一位宗主才可。相信大家肯定觉得有我与血喜月还有傅连生3个来率领残夜魔宗最为合适。其实一开始我们3个也是这样想的，但是我们老了，就算做了宗主之位，又能在位几年呢？所以
经过我们3个的认真商量之后，决定我们放弃宗主之位，而选择栽培一位新的代宗主。幽冥灯说道：“什么？选新的代宗主？可是除了3位护法，还有谁有资格做这代宗主之位呢？难道是5行王？不对啊，5位行王大人的年岁也已是不小。若是3位护法大人都不做代宗主，他们显然也不会做才是。”幽冥灯此话一出，众人倍感吃惊，开始议论纷纷，甚至有些人开始恐慌，因为他们觉得3大护法是最适合做宗主的。若是他们不做，那也没有谁配做这个位置了。我倒是想要看看你准备玩什么猫腻。不过楚风倒是异常淡定，他已经看穿了幽冥灯的本性，他是不会放弃权力的。所以若是没有猜错，最终他还是会想方设法将宗主的大权揽入他的手中。那句栽培代宗主就已经说明了他的意图。代宗主肯定要是一个年轻人，既有能力又有潜力的年轻人。而纵观我残夜魔宗的年轻一辈，玄霄超、幽童寒、扶风明3人，绝对是我残夜魔宗最符合代宗主的人选，所以我首推他们3位。当然了，此次选举残夜魔宗的代宗主，我们必须做到公平公正，只要是我残夜魔宗的小辈，不管是谁，都可以参与到其中。至于这选举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封魔剑乃是我残夜魔宗的至宝，宗主生前曾有遗言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够拔出封魔剑，便可继承他的大位，做残夜魔宗的宗主。而我残夜魔宗之人都必须听从他的调遣。不过封魔剑太厉害了，除了宗主大人外，简直没有人具有掌握他的资格。哪怕我们3位，包括秋残风大哥，都无法拔出封魔剑。而如今我残夜魔宗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，必须尽快选出一位宗主，所以只能改变一下宗主大人的意愿。我们借用封魔攻杀阵的力量，重新布置了一座阵法。这座阵法由外至内分为10层，越是靠近封魔剑，压力就越大。所以踏入阵法后，谁距离封魔剑的距离最近，谁就可以做残夜魔宗的代宗主。由我与血洗岳父连生3人一同对他进行栽培，直到他成为真正的宗主为止。下面选举宗主正式开始，凡是我残夜魔宗的小辈都可以踏入此阵中来。幽冥灯高声说道。而他话音一落，人群之中顿时一阵骚乱。玄霄超3人乃是残夜魔宗公认的天才，若是从小辈之中挑选宗主的话，也唯有他们3个最具备资格。何况抛开个人能力不谈，他们还有3位护法级别的师尊撑腰，真的没有人配与他们竞争。所以凡是有自知之明的人都不会站出来与他们争选宗主之位。不过凡事总有例外，哪怕大多人都是理智的，但难免有个别人艺高人胆大，或者是2逼虎朝天，这种人向来是自信心膨胀，不服任何人的。这不，经过片刻的沉寂之后，还真的有几位青年人一一走了出来。他们都是5军境的强者，并且修为也是不弱，最弱的都是3品5军。而算上幽童寒3人，此次准备竞选宗主之位的总共有18人。不错，勇气可嘉。我们残夜魔宗就需要你们这样勇敢的年轻人。看着那与自己弟子一同竞争宗主之位的年轻人，幽冥灯表面很是高兴，但是从他那笑眯眯的目光之中，楚风能够看出4个字，那便是不自量力。打心眼里，幽冥灯是看不起这些上前之人的。3位护法大人，3位师兄，赵虎、不才先行一步。一位膀大腰圆的青年男子对着3位护法以及玄霄超3人抱了抱拳后，便直接向那阵法行去。他的步伐沉稳，身手矫健，可是刚刚踏入第1层，便顿时面容大变，因为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。不过他并未放弃，而是咬紧牙关，双目瞪圆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行去。可是突然之间，他脚下一滑，惨叫一声，一口老血直接喷洒而出。与此同时，他的身体竟然失控，自那阵法之中爆射而出，飞了出去，并且他飞掠的速度之快，若是撞到他物，定然会身受重伤不可。幽冥灯似是早有准备，见到这一幕后，大袖一挥，一阵清风袭来，将那爆射而出的男子拖住，使得他安稳降落，免受更重的创伤。多谢护法大人出手相救。赵虎、不才无法走过第1层，那赵虎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迹后，很是惭愧的道：“无妨，这阵法很强，你能成功踏入，已是资质极强，日后努力修炼，定会有不俗成就。”幽冥灯笑眯眯的安抚道。说话之间，手掌打开，一颗疗伤丹药飞入了那赵虎的手中。多谢护法大人。那赵虎收下丹药，施礼道谢，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回了人群之中。在赵虎之后，其他人陆续踏入大阵，可是大多数都如赵虎一样，连第10层都无法安然跨过。成绩最好的也只是来到了第8层而已，但却无论如何都无法踏入第7层。而见到那一个又一个被大阵的力量击飞而出的优秀小辈后，人们终于知道这阵法的厉害，也知道了这封魔剑的厉害。终于，所有人都以失败告终，只剩下玄霄超、幽童寒、扶风明3人。只不过此刻他们3人彼此观望，脸上皆是挂着复杂的情绪，似乎都不想踏出这一步，不想争夺这宗主之位。就在这时，那幽冥灯深沉地咳嗽了2声，随后暗中传音道：“你们3个在等什么？不知道这么多人都在等你们吗？”听得此话，幽童寒与玄霄超皆是无言。他们知道幽冥灯这是逼着他们踏入其中，咱们3个就不要分得那么清了，要不干脆一起进去吧。终于，扶风明淡笑着开口了：“也好，那咱们兄弟3人就一同进去吧。”对于这个提议，玄霄超与幽童寒也是赞同的点了点头。随后3人便一同起步，并肩行向那大阵走去。这一刻，几乎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到了他们3人的身上，甚至许多人的心跳都在此刻变得急促起来，因为他们都很清楚，残夜魔宗未来的宗主多半是要在他们3人之中产生。玄霄超3人大步流星，轻轻松松的便踏过了第10层。这样一幕让在场之人吃惊，因为这充分的说明了
他们三人的天赋有多强悍。来到第9层，他们三人的步伐少有减缓，但却依然面色不改，依然轻松地走入了第8层。只不过在这第8层，他们不仅速度更慢了，就连脸色也是发生了变化。2个字便能概括他们现在的状况：吃力。但是他们3个还是成功地跨过了第8层，来到了第7层。但是当他们进入第7层的时候，已是步履维艰；而当他们跨越第7层，来到第6层的时候，就已是满头大汗。这一刻，他们3个的呼吸都变得急促，脸色苍白，就宛如双脚之上绑着数座山峰一般，每踏出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。1步、2步、10步、20步，终于他们来到了进入第5层的边缘。只不过这一刻，他们3个都止住了步伐，没有人直接向前迈出，而是彼此互看一眼，嘴角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。至于围观之人，也是将不由屏住了呼吸，将心脏提到了嗓子眼，因为事到如今，他们都能够看出玄霄超3人的确是人中之龙，他们每个人都具备继承宗主之位的潜力。不过宗主却只有一个，眼下第6层已是如此艰难，那第5层绝对是分出胜负的地方。来吧，兄弟们，一起进去，无论谁做宗主，我们都是好兄弟。扶风明再度率先开口，而玄霄超与幽童寒也是纷纷点头。之后3人的眼中同时闪现一抹决意，大步齐迈，便一同踏入了第5层。然而刚刚踏入第5层，玄霄超便突然惨叫一声，倒飞了出去。见到这一幕，邪喜月眉头微皱，随后飞身而起，将玄霄超抱入怀中，降落到了先前的地方。你这小子怎么这么不争气？打量了玄霄超一眼后，血喜月恨铁不成钢的呵斥道：“对不起师尊，弟子给您丢人了。”而玄霄超也是满面歉意的施礼认错。罢了，你太在乎兄弟情谊，日后做了宗主，处事也不会果断。与其让你做宗主，倒不如让他们2个小子做，以免我残夜魔宗败落在你的手中。邪喜月摆了摆手，虽然脸色很不好看，但却并没有过多的责怪。对于这位师徒的对话，很多人表示不解，但是楚风却看出真相。玄霄超是故意退出来的，他若是坚持，可以继续走下去，只不过他不想争罢了。玄霄超虽然不想争，但是幽童寒与扶风明显然没有这样。此刻他们2人咬牙切齿，连眼睛都变得血红起来，可见他们承受着多么巨大的压力。不过这也并不是他们多么渴望宗主之位，只是使命难为罢了。这份荣耀，他们不是在为自己争，而是在为扶风明争。为了那苦苦栽培他们的师尊，他们2人都不会轻易放弃，决定一拼到底。可是他们的2人注定要分出胜负，而这第5层便是他们的终点，以他们的实力都无法踏过那第5层。该死！突然那扶风明面容一变，紧随其后他一口鲜血自口中喷洒而出，身体微微一颤，脚下步伐一滑，便如离弦之箭一般自那大阵之中爆射而出。见状，妇莲生意念一动，一层柔和之力浮现，将那扶风明带到了自己的身旁。师尊，弟子无能，还请师尊降罪。扶风明落地后便跪倒在地。公平竞争，你何罪之有？何况为师之道，你尽力了。傅连生淡淡一笑，将扶风明搀扶了起来。相比于血喜月对玄霄超的责备，他倒是从容随和得多。不过这一刻，那幽明灯可就是狂喜无比，因为他知道是他的弟子幽童寒胜了，所以他也不管是不是有失风度，直接开口道：“孩儿，你赢了，不必继续，出来吧。”此刻，幽童寒全身心的抵挡那股强大的压力，根本没注意到扶风明已经失败。听到幽明灯的呼唤，这才反应过来。他从大阵飞出后，先是擦了一下自己头上的汗水，这才半信半疑的对其师尊问道：“师尊，我赢了。孩儿，你赢了，你成为了我残夜魔宗未来的宗主。”幽明灯点头道：“这个长相丑陋的老东西，已是笑得合不拢嘴。”而听得幽明灯的话后，幽童寒的脸上也是洋溢起无比兴奋的笑容，因为他知道他终于为他的师尊争光了。护法大人，我觉得这宗主之位不能就这样定下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有人开口，顺目望去，原来是金袍十兄弟的老大刘老。刚刚那句话正是他说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听得此话，幽明灯的脸色有些不悦。护法大人，既然我残夜魔宗的代宗主从优秀的小辈之中选出，又怎么能没有楚风呢？众所周知，楚风是我残夜魔宗的成员，并且他是东方海域公认的天才，连慕容寻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试问东方海域的年轻一辈，有谁能胜过楚风？况且当初楚风可是靠近了风魔剑，并且碰到了风魔剑的人，这件事土星王大人也可以作证。所以我觉得我残夜魔宗要从小辈选宗主可以，但是绝对不能在少了楚风的情况下选，因为这不公平。刘老话语凌厉地说道，并且从他的态度中可以看出，他是下过一番决心，才有勇气说出这番话的。他这是冒着生命危险，也想要替楚风讨个公道。为什么没有楚风呢？幽童寒虽然厉害，可是比之楚风好像还差很多。其实我早就想问这个问题了，这样重要到日子，楚风为什么没有出席呢？而柳老此话一出，就如同一个导火索，人群之中顿时掀起一片哗然，许多人都开始猜想这个问题。你们有所不知，据说楚风贪生怕死，因为惧怕诛仙群岛，不想被我残夜魔宗牵连，所以已经退出残夜魔宗了。你他娘的放屁！楚风兄弟的雄风，我曾亲眼见过，他哪里是会贪生怕死、惧怕诛仙群岛之人？况且楚风曾为我残夜魔宗的弟兄屠灭冰雪平原的宗门，斩杀诛仙群岛的高手。据说在狂风平原，楚风更是大战慕容寻，不仅救下了玄霄超等人，更是救下了水行王和火星王2位大人。对于此事，不止一人提前，有许多人可以作证。楚风为我残夜魔宗之人，甘愿以身犯险，怎么可能因为贪生怕死而叛离我残夜魔宗？依我看，根本就是有人嫉妒楚风的才能，故意将楚风逼离了残夜魔宗才是。
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啊！三位护法有意推选自己的弟子做代宗主，难道你还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吗？你们不要胡乱猜想，三位护法怎么可能故意打压楚风？当日诛仙群岛联合三大妖族攻打缥缈先锋的时候，楚风也在。楚风当日身负重创，如今生死难料，依我看，多半是死了，这才是他无法出席的真相。真的死了吗？这也未免太可惜了吧！好想看看楚风的风采啊！若是楚风踏入那阵法，绝对不止在第5层就被束缚吧。议论之中，人们都开始讨论楚风之事，甚至很多人都开始替楚风鸣不平，觉得楚风叛离残夜魔宗，也有人觉得楚风是在当日诛仙群岛攻陷缥缈先锋的时候遭遇了不测。不管他们如何猜想，却能够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之中听出，其实他们是很希望楚风能够担当宗主的。真是想不到，楚风这小子竟在这短短2年的时间内，在残夜魔宗树立了如此威望。而听着众人这样夸赞自己的弟子，站在人群之中的秋残风则是得意一笑，不免感到有些骄傲。全都给我住口！而就在这时，那幽冥灯却是突然暴喝一声，并且此刻他的脸色可谓异常的难看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楚风此人来历不明，并且心怀鬼胎，他为我残夜魔宗所做的一切都是有阴谋的。先不说他如今生死不明，就算他来了，也不可能让他当宗主。你们不要觉得我这句话是信口开河。土行王，你倒是和他们说说，你当日在楚风的身上刻画残月阵法时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幽冥灯愤怒地说道。这楚风小友身体特殊，他的身上的确无法刻画残月阵法。土行王开口说道。什么？楚风无法刻画残夜阵法？残月阵法乃是我残夜魔宗的标志，无法刻画阵法，那也就等于没有加入我残夜魔宗啊！难道说由始至终楚风都没有加入我残夜魔宗？听得幽冥灯的这番话后，很多人也是觉得有理。身为残夜魔宗之人，都后辈之上那残月阵法为傲，而同样的，那也是残夜魔宗的表示，所以他们理所应当的以为没有那阵法的人就绝对不是残夜魔宗之人。我知道你与楚风交情颇深，但是身为秋残风大哥的老部下，你做事最好有些分寸。若是再敢出言帮那楚风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幽冥灯又指着刘老，严厉地呵斥道。这一刻，刘老本想再说些什么，但是却被他的其他几位兄弟给挡了回去。最终他考虑到眼下的形势，没有再多说什么。并非是我幽冥灯心怀私心，只是这座阵法由我和血洗岳父连生3人合力布置，绝对是公平公正。而我之弟子幽童寒在那阵法之中走得最深，距离封魔剑最近，理当由他做我残夜魔宗的代宗主。对于此事，在场之人可有异议？幽冥灯再度说道。而这一刻，本是骚乱的人群之中，则是再度恢复了宁静，没有人再发一言，更没有人敢提出异议。见状，幽冥灯的嘴角不由掀起了一抹得意的微笑，随后说道：那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便宣布。幽童寒，等等！可是谁曾想，幽冥灯的话还未说完，一道呼喊突然在人群之中炸响。而此话一出，在场之人无一不是大惊，尤其是那声音传来的方向，人群赶忙退避，生怕被那呼喊之人牵连。于是乎，很快的，楚风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。你是谁？幽冥灯打量了一下楚风后，眉头微皱，没有好气地问道。因为楚风掩饰了容貌，所以他并不知道这就是楚风。但是敢在如此关键之际开口说话，这让幽冥灯感到很是不爽，这简直是对他权威的亵渎。在下残夜魔宗成员，听闻只要踏入那阵法，距离封魔剑最近者就能获得代宗主之位，所以我想试试，不知护法大人能否行个方便？楚风笑眯眯的道。此人是谁啊？那么多人都失败了，他竟然还要进入大阵？难道他真的觉得他的实力会胜过幽童寒不成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。而听得此话，人群之中顿时传来一阵冷嘲热讽，都觉得楚风这根本就是自取其辱。本来对于楚风的出现，幽冥灯还很是不悦，但是听到众人的讥讽后，他的嘴角则是再度掀起了一抹诡异的弧度，因为他与众人一样，觉得楚风这根本就是自取其辱。而楚风既然不怕丢人，他更不怕，所以他决定成全楚风，让楚风丢人丢到底。当然可以，凡是我残夜魔宗的小辈，都有权争夺宗主之位。去吧，不过小心一些，那阵法的威力很强，若是因此负伤，可没人能帮你。幽冥灯笑眯眯的道。而他这番话的意思也很明确，那就是在告诉在场的所有人，等下这个不自量力的小子从这大阵之中轰出，不可以有人帮他，就是要让此人受重创，尝尝教训，这就不劳护法大人费心了。楚风微微一笑，也不对那幽冥灯道谢施礼，而是迈开大步，径直的向那所谓的大阵走去。对于楚风此举，许多人不过是抱着看笑话的心理而已，所以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正眼看过他。但是当楚风踏入大阵，并且面色不改，速度不减的继续前行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乱序跨过第10层、第9层、第8层、第7层后，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无法淡定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个小子竟然能够毫无压力的走过这么多层。这一刻，莫说是其他人，就连幽冥灯、血洗月以及傅连生3位护法也是面容大变，因为这阵法是他们亲自布置，他们请出这阵法蕴含的威力有多强大，连玄霄、超3人都承受着那样巨大的压力，最终被限制于第5层。这小子怎么可能这么轻松的便跨过这么多层？而在众人那震惊的目光之下，楚风依然步履轻松，速度丝毫不减的继续前行，竟然跨过了第6层、第5层，甚至走入玄霄超等人都无法踏入的第4层后，依然面色不改，速度不减，就如同在正常的地面行走一般，没有丝毫的压力。太不可思议了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
看到此处，在场之人更是感觉头阵阵皮发麻，后背嗖嗖冒凉风，感觉是如此的难以置信。因为哪怕是在第4层，楚风依然是一脸的轻松。而再想想先前玄霄超等人的表现，他们当真是被惊呆了。护法大人，这就是你用来挑选代宗主的阵法，也不过如此嘛。来到第4层后，楚风停止脚步，以一种极为讽刺的语气对幽冥灯说道。而听得此话，幽冥灯更是气得咬牙切齿，但却又不知该如何反驳，只是气得双拳紧握，瑟瑟发抖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这么轻松的便进入第4层，一定是这阵法出了问题。见自己的师尊被辱，幽童寒则是忍不住了，他深吸了一口气后，便踏步狂奔，竟然直接跑向了那阵法。只不过当他刚刚踏入第5层后，却突然一声惨叫，被那阵法的强大力量给弹射了出来。孩儿！见状，幽冥灯顿时面容大变，赶忙将幽童寒拦了下来。只不过因为幽童寒先前实在大意，所以遭受到了极强的打击，此刻已是被大阵的威压硬生生的给震得昏死了过去。大阵的威力并没有减少，是这个小子凭借实力走到了第4层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他到底是谁？为何我残夜魔宗有这样一位妖孽，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？幽童寒的行为无疑是给众人敲了一记警钟，告诉众人那阵法并没有变化，依然是那么恐怖，只是这个无名小子自身太强，所以才走入了第4层。见到幽童寒被震昏后，楚风则是无奈的叹息一声，说到底他与幽童寒关系不错，并不希望幽童寒受伤，但是这也没办法，也不能怪幽童寒太冲动，毕竟楚风在侮辱他的师尊，如果换做别人侮辱楚风的师尊，楚风也不能够隐忍。不过楚风此次出场为的就是要气幽冥灯，所以也顾不得那么多，而是看着幽冥灯笑嘻嘻的说道：护法大人，看来代宗主的位置是要换人了。话罢，楚风便转过身去继续行走，竟然在众人那震惊到难以自理的目光中，穿过第3层、第2层，径直的来到了第1层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哪怕是血喜月与傅连生，眼中也是布满了震惊。但是楚风显然不打算就此作罢，而是将目光扫向幽冥灯、血喜月以及傅连生，开口问道：“3位护法大人，你们之前说宗主大人生前曾有遗言，只要有人能够拔出这封魔剑，谁就可以做残夜魔宗的宗主，对吗？”听得此话，血喜月与幽冥灯皆是眉头紧皱，没有人开口说话。但是傅连生淡淡一笑说道：“确有其事，宗主说过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够拔出这封魔剑，就可以做残夜魔宗的宗主。若是有人做了残夜魔宗的宗主，是不是你们3个也要听从他的调遣？”楚风再度问道：“当然，宗主乃是我残夜魔宗的首领，莫说我们3个，所有残夜魔宗之人都必须听从宗主的调遣，不得有违。”傅连生点头道：“那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做代宗主了，干脆做宗主多划算。”楚风一笑，说话之间还将目光投向了那近在咫尺的封魔剑，真是自不量力。那封魔剑连我们4个都拔不出来，难道你觉得你可以拔出来不成？这一刻，那血喜月开口了，并且他的话语异常讽刺，他在讽刺楚风的无知。血喜月说的没错，那封魔剑很厉害，我劝你不要碰它，否则若是他一个不高兴，把你给弄死，我们也救不了你。幽冥灯也是出言威胁，这种事情可不是你们说的算，而是我说的算。楚风冷然一笑，随后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探出手掌，直接握在了封魔剑之上。而当楚风紧握住封魔剑之后，一层又一层磅礴的气息开始如同飓风一般自那封魔剑中席卷开来，那气息之强，在场的很多人都无法抵挡，被击得连连倒退，甚至整座大殿都在剧烈颤动。他竟然真的想拔封魔剑，这也未免太大胆了吧？而对于楚风此举，残夜魔宗的众人更是被吓得不轻。如果说楚风先前的所作所为只是让他们感到震惊的话，那么楚风眼下的举动可就真的将他们吓到了。果然是把好剑，就让我来做你的主人吧。楚风嘴角的弧度再度上翘，说话之间手掌握紧，随后大臂猛然一挥，只听一声，顿时大地一阵颤动，并且一剑重物已是拔地而起，被楚风握在了手中。那乌黑色的封魔大剑已被楚风从大阵之中拔了出来，